我们接着看宝宝刺客第6话，提前剧透啊，本剧最惨的角色中分将在这一集下线。上一集结尾呢，留了个悬念，就是米亚哈拉大佬呢到底有没有杀死目标松本洋子？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一脸阴沉的大佬走出来，而中分呢一脸兴奋，他以为刺杀成功。可以说为这个项目倾出最多心血的是他，而不是大佬。但是呢，让他失望了，松本洋子没有死。废柴大佬说自己无论如何都下不去手，中分崩溃6年啊，功亏一篑啊，等于项目还没有结束。就在中分抱怨的时候，大佬说起了自己为什么当初想接下这个项目的原因。松本洋子年轻的时候为了当上下桌是排除异己啊，甚至会逼自己的对手自杀，但是金盆洗手以后就好像洗白了一样，大佬不服，就这样提前行逃。但是他在今天看到对方的那一刻，突然觉得对方不再是那个无恶不作的富人，而是一个孤独的欧巴桑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你当年看到那个戴着头巾的少女你就下得去手，现在看到一个和自己同龄的欧巴桑就同情心泛滥呢？你是在可怜对方还是在可怜自己？中分大怒，你是个杀手啊，杀人不就是你的工作吗？大佬没有回答他，只说让我一个人静静，于是中分崩溃。但是妹子不逃，让中分赶紧支付报酬，这情况就连其他都看不下去。于是中分化悲愤为水，甚至不知道哪里来的预制菜知识面说出了残酷的真相：要钱没有，因为没办法付钱。协会那边要任务成功才会打钱，这样大家才能拿到各自的报酬。但是因为尊称的米亚哈桑他下不去手，所以大家没有钱。此时胖子开始恶狠狠地质问中分，怎么回事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了租道具已经付了多少钱啊？你就算去银座做牛郎也得给我把费用凑出来。中分也不爽了，没有完成任务的人又不是我，是大佬呀！你他妈面对大佬就唯唯诺诺，面对我就重拳出击。情绪上头以后，中分开始说起个人的问题，一个呢不肯染发，一个呢跳了鱼子，一个呢非要指导演技，总之全员都有问题。可搜，于是几人乱作一团，两个宝宝都不关心钱的事，只是感慨这就是大人的世界吗？能不能先让我们回家？忽然屋外的噪音传来，一架一看就是 DJI， 但是在片中肯定不是 DJI 的无人机正在飞来飞去。大佬忽然很得意地说，哎呀，我都忘了我买了 AI 无人机了，从瞄准到投弹全包了，真的是非常轻松啊！现在目标的家里已经炸成灰了，不信你看。于是中分戴上了头盔，开始看回放。在 AI 攻击模式下，无人机投弹轰炸了松本洋子家。现在是 AI 和无人机的时代啦，工作结束。等一下，你还记得你之前怎么说的吗？要和对方四目相对才是真正的杀人。大佬非常开心，但中分再次气得大叫，也不知道是成功的喜悦，还是自己辛苦付出被忽略的那种痛苦。无论如何，项目结束了，也有钱拿。两个宝宝开始收拾行李，并说出了一个真理：无论如何，能相信的都只有钱。那边大佬在几个社畜销售面前开心地玩弄着自己的 AI 无人机，并表示自己以后的搭档就是无人机了。一旁的中分冷眼旁观，面对大佬优化自己的说辞，他爆发了：我给你当了6年狗，现在你有了 AI 无人机，你就把我一脚踢开。大佬立刻 PUA 说，腐饭便当让 AI 来做的话，一定不会犯错，这是吓人诛心啊！中分的愤怒值满了，8枪就射，可惜了，打死的只有2个社畜。大佬逃之夭夭，中分开始追杀。大佬躲进了3人正在瞎聊的餐厅里，3人正在聊着要不要找中分一起加入新的项目，却被中分一一杀死。我说中分，你能不能先杀大佬啊？中分追杀到了院子里，大佬用无人机瞄准了中分。我操 ，DJI 你还有这个模式吗？但是无人机忽然不听使唤飞走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大佬不会操作，还是中分做了干预。总之大佬逃到了地下室，中分紧追不舍，无路可逃之时，大佬立刻搂住中分，不断的哀求。你看，关键时刻大人物就是能屈能伸。此时进入了一段回忆的片段，两人也曾有过一段蜜月期，彼时的大佬和中分是推心置腹，是莫逆之交。会议结束，中分扣下了扳机，大佬哭，但是中分也没有那种解脱的快乐，他反而举枪想要自尽。此时他听到了拐角的宝宝两人，宝宝呢和经理人确认了中分击杀大佬的行为，开始执行肃清。天哪，这一段好虐！而且本来中分就已经要自尽了，但是协会呢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，因为违反协会制度的人必须被协会所制裁，而不是自尽。所以一段身不由己的战斗开始。这时我们才发现中分的身手强得可怕，伊迪亚并没有处于下风。中分也意识到，原来自己也可以这样酣畅淋漓的战斗，自己也有着不输给任何人的勇气和意志，并不是那个只会弯腰视权威的狗，也不是一个只会阿谀奉承的小人，他是人，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杀手。然而这一切都晚了。中分头夏目镜，你虽然很强，你也得到了2个宝宝的尊重，但是这无关私人恩怨，我们必须杀死你。这一段战斗很精彩，但也很悲哀。最终夏目镜死在了2个宝宝的手里，也许他此刻想的就是死在强者的手里，而不是死在腐饭便当的面前。杀死夏目镜的人是2个宝宝，但是最懂夏目镜的人也是2个宝宝，这不是你的责任，你已经很努力了。我们俩带那个腐饭便当向你道歉，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。夏目镜这一集的故事真的太厉害了。
在职场上，上司只是上司，同事只是同事，不要太感情用事，否则你就输了。但是你以为最讽刺的部分就结束了吗？并没有。事后协会的调查员和清洁工都来，两个宝宝汇报着刚才发生的一切，而田板和宫内呢开始清理遗体。结果工作人员说让大佬的遗体先走，被田板冰冷的拒绝。遗体只是遗体，众生平等。但是夏目经还是躺在那里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只有他的前辈那个经理人挨到了他一下。事后经理人走过来和两个宝宝说，最近你们先休假，等再过阵子你们轮岗的事情也差不多了。没错，剧版下阶段的主线就是轮岗。在这一集结束前还有几个小铺垫，西萨托那边呢亲戚准备聚会，所以他邀请马黑尔跟他一起回去，而杀手协会营业部那边呢也做好了迎接新人的准备，甚至前田敦子还登场了一下，他也接到了大佬的死讯。当时吓得我还以为他们俩有什么关系了，结果前田也开心的尖叫起来。最后一个神秘的黄毛登场了。第6话结束。